澳大利亚将变成超级关岛，部署在澳大利亚的 B-52必然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我们应该如何反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自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上台以来，中澳关系目前相对而言比较平稳，甚至有进一步走向缓和的趋势。但是，随着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廷德尔空军基地部署 B-52战略轰炸机，澳洲的媒体又笃定这一部署行动完全是针对中国的，旨在打乱中国的军事计划，这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投下了阴影。如果说关岛是美国对付中国的第二岛链的核心，那么澳大利亚正在变成一个超级关岛。要注意一点，中国军队的常规陆基弹道导弹有多个型号专门针对关岛设计的，也因此被称为关岛快递，比如东风26、东风100、东风10等等。但是中国目前还缺少射程能够覆盖整个澳大利亚的陆基中程或中远程常规弹道导弹。就算亨利文能够携带长剑10巡航导弹，想打击澳大利亚全境，也面临着突防的难题。我们总不能用东风31A 携带常规弹头来威慑澳大利亚的美军基地吧？所以，美国在军力相对衰落之后，将澳大利亚打造成空军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非对称优势。不过，中国倒不必担心 B-52会携带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但是我们不能不警惕 B-52未来携带大量的射程1000公里左右的拉斯姆斯导弹攻击中国的军舰，特别是攻击中国的两栖攻击舰队。我们也不能因为中澳关系的改善就淡化澳大利亚与美国军事同盟的威胁，因为澳军几乎参加了美军在全世界所有的军事行动。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美军又下场干涉了，那么澳大利亚军队几乎100%的会协助美军作战。这对于解放军来说，就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何选择一种能够对澳大利亚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远程打击的方案？但是关键要看效费比。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如果中国仍然发展陆基弹道导弹的话，射程在5000到8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其个头呢比较大，配备常规弹头，打击其空军基地，飞行时间比较长，成本呢也比较高，效果不一定很理想。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中国南海大概有2000多公里。如果中国出动战略轰炸机发射射程2000多公里的巡航导弹，不说轰炸机是否安全，亚音速的导弹在飞行途中也要耗费1-2个小时，突防能力比较有限，而且呢要经过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周边空域，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外交争议。那么中国应如何获得能够对部署在澳大利亚的美军基地形成威慑的能力呢？首先，发展下一代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因为隐身战略轰炸机可以提供5000公里左右的作战半径，实施空中加油之后，其作战半径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6000至7000公里左右，从而拥有对澳大利亚美军基地实施较近距离轰炸的能力，或是在较远的距离内发射普通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相比于高超音速导弹和弹道导弹，隐身巡航导弹的成本比较低。如果能够配备射程2000公里左右的隐身巡航导弹，那么中国的攻击型核潜艇就能够对澳大利亚的美国空军基地形成强大的威慑力。第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出能够拦截 B-52战略轰炸机的空中作战力量体系，包括航母编队、运油20、无人预警机、远程截击机等等。B-52是一种非隐身的亚音速的飞行平台，发现这样的目标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而拦截它则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而中国目前正在建设这样的作战体系。总体而言，美军的 B-52战略轰炸机进驻澳大利亚，对中国
构成了威胁。而中国要想构成对等的威慑，就必须开发出新一代的武器系统。就目前中国所掌握的关键技术而言，距离实现这个目标已经非常近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